嗨，大家好，我是驴子，欢迎回到帮你便宜买最好系列的第2集啦。在这个系列呢，我们不追求极致便宜，而是在便宜跟好用之间取得最大的平衡点。毕竟便宜的电子垃圾，它终究还是电子垃圾。好，话说回来，上一集我们带了台币不到3900就可以到手的 Lenovo 小新 Pad 2022。影片上之后，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啊，也看到很多人希望这个系列可以多做。没问题，我们会持续找好东西，继续买，继续测给大家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小新 Pad 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有说到，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宽裕一点，也可以看看规格相近的 OPPO Pad Air。没错，在我手上的就是 OPPO 入门定位的平板 OPPO Pad Air。中国版本的常态价格大约落在台币4500左右。那这期节目就要来详细说它优缺点，一次说好说满。我们也会拿出小新 Pad 2022详细的对比两者的优缺点。这台 OPPO Pad Air 就是目前在台币4500内也能买到最均衡的平板。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今天开箱的是中国版本的 OPPO Pad Air， 版本一样是4+64GB 的组合，目前比较划算的入手价格大约落在999人民币，大约台币4500内。我们是去年双11期间购买的，含运含手续费，最终实付是4275元，还送了一张官方的保护贴，稳稳的落在4500元内。好玩的地方来了，这台跟小新 Pad 最大的差别就是 OPPO Pad Air 其实是有推出台版的，官方售价是8990元。也就是我们几乎只用了一半的价格就入手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非台版的机器就等于水货，会少了保护，有问题也比较难在台湾处理。毕竟官方引用的认证费用啦、税、开发国际版系统，通通都是成本，而当然还有保护，这就是代理存在的价值嘛，大家都自己斟酌咯。哦对，如果你看到的价格比4500还高，那不如找找看有没有降价后的台版，或是上一集就有说到，这个价位带台版还有三星的 Tab A8 2022可以选择。而在版本选择上，对于追剧来说，4GB 的 RAM 很够用了，并且相较起小新 Pad，OPPO Pad Air 在系统内只是支援了记忆体拓展的选项，也就是透过储存空间达成最高3GB 的虚拟记忆体的功能。虽然这个功能在旗舰手机上的帮助相对有限，不过在入门产品上还是蛮有用的存在哦。所以拿来追剧的话，与其担心 RAM 会不够用，我觉得64GB 的储存空间你够不够存档案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好，说完了前提，我们就继续来看外观设计吧。背面跟小新 Pad 一样，采用的是双材质的拼接设计，主体和边框都是金属材质。左侧则是拼接了一段亮面以及凸起刻纹设计的塑胶区块。OPPO Pad Air 整体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得起价格。就是这个塑胶区域，原本以为跟小新 Pad 一样有着指滑或是更好拿的效果，但事实证明没有，单纯是个外观设计。电源在顶部，音量键在右侧，算是常规的配置吧。下面还有一个 microSD 卡槽，最高支援512GB 的扩充空间。不过 OPPO Pad Air 就没有 3.5mm 音讯接孔了，稍微可惜。但平板大多还是在家使用居多啦，所以其实还好。接着来看正面 ，OPPO Pad Air 采用的是一块10.36寸、解析度2000×1200的萤幕，虽然长边达到 2K， 所以厂商呢都会以 2K 宣传，但看像素量是最准的，2000×1200是240万，实际表现就跟 Full HD 的207万是差不多的。跟大家熟悉的 2K 1440P 的2560×1440是368万，足足差了120万。而2000×1200，也就是解析度规格跟小新 Pad 是一样的，不过尺寸上比小新 Pad 10.6寸小了一点，但是重量也来得更轻，只有440克，手感上也来得更薄。虽然只小了一点，但整体的握持感好了一圈。而在显示效果上呢，两台比较的话 ，OPPO Pad Air 在对比表现上会来得更好一些。显色这个价位也算给过吧，达到70%的 NTSC。不过亮度表现就相对普通了。经过我们实测 ，OPPO Pad Air 的强光全白亮度大概落在340尼特左右，相较起小新 Pad 450尼特稍显逊色。不过话说回来，300尼特以上的表现，室内场景其实都够用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有在外使用的需求，那小新 Pad 达到450尼特会更适合一点。哦对了，OPPO Pad Air 一样有专属的触控笔支援，
那同样的逻辑，如果你是拿来记笔记的话，的确可以考虑加购，一支是299人民币。但如果你是要买来绘图，在这个价位带的平板，至少到目前我都不推荐拿来绘图使用。而在显示设定上，设定里面只有调整色温的选项。OPPO Pad Air 预设的色温稍微偏冷，习惯低65的朋友可以稍微往右较暖的方向调整到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整体来说，这块萤幕虽然称不上非常不错，但调整一下拿来追剧还是非常够用的。整体的显色调教也算舒服。不过有一点是 OPPO Pad Air 明显比小新 Pad 稳定的地方，那就是自动亮度。OPPO 的稳定许多哦，小新 Pad 的自动亮度真的常常乱飘，我推荐直接关闭自动亮度，手动调整就好。接着我们就来实测追剧的表现啦。光是有不错的规格，搭上一块不错的萤幕，都还不足以称为追剧平板。最重要的是，这台平板是否内建了 Google 框架。简单来说，中国版本的机器是没有内建 Play 商店的，下载 App 就会很麻烦。不过先别担心，如果这台机器有内建 Google 框架，就是底层系统是支援 Google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安装 Google Play 商店。以 OPPO Pad Air 为例，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网络上找到一个 Google Play 商店的 APK 安装档，接着把它安装上去，也嘿，这样你就有 Play 商店啦，就是这么简单。安装完成后，一样有3个步骤。第一，我们先把所有的 App 都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第二，你可以下载你习惯使用的 Google 相关 App， 像是 YouTube、Google 相簿，然后把原厂的 App 替换掉。下载完成后，记得到设定应用程式、预设应用程式的页面，把预设的 App 改成 Google 系列，或是你常用的选择，主要就是把浏览器改成 Chrome。第三，推荐下载 Gboard， 也就是 Google 输入法，就可以换回大家比较熟悉的注音输入法啦。最后，帮你团队也帮大家都测试好啦。Netflix、Disney Plus 在 OPPO Pad Air 上都可以成功安装。在 Netflix 当中，原本是 L1 最高可以播放 Full HD 解析度，不过在最新的 App 更新中跳回了 L3。L3 意味着只能串流 480p SD 的规格，而小新 Pad 也是更新的受灾户，更新后一样变回了 L3，就看后续 Netflix 是否会再更新回 L1 了。而在 Disney Plus 这边一切正常，可以成功点灯 IMAX Enhanced、HD 以及 5.1， 不支援 HDR。YouTube 这边同样不支援 HDR， 最高可以观看 1080p 的画质。而我们在小新 Pad 节目中有提到，高码率影片透过内建播放器播不动的问题，在 OPPO Pad Air 中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受限于这2台处理器的解码效能。如果你习惯把高码率的电影放到平板里面，那这2台就不太建议了。但如果你是看线上串流的话，除了最近 Netflix 跳到 L3 没有办法看 Full HD 之外，其他平台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简单来说，小新 Pad 和 OPPO Pad Air 2台比较适合的使用场景，真的就是看 YouTube 的影片、新闻、综艺、动画这些类别。Netflix、Disney Plus 的话，如果你就是看个剧情，那当然没有问题啦。在外放上 ，OPPO Pad Air 跟小新 Pad 一样，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音量和音质都算够用。片尾我们会放2台的音效对比，记得看到最后哦。接着我们看到效能 ，OPPO Pad Air 跟小新 Pad 一样，采用的是高通在2021年底发表的处理器 Snapdragon 680，采用的是台积电6奈米的制程，搭配4GB 的 RAM 以及64GB 的储存空间。不过虽然2台的处理器规格相同，但是相较起小新 Pad，OPPO 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系统。虽然联想也有做手机，但 OPPO 毕竟作为一个更偏向行动装置的品牌，虽然推出的平板作品不多，但在系统的功能和细节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至少可以承袭自家手机系列的 ColorOS 操作系统。说真的 ，OPPO Pad Air 在体验上真的就是比小新 Pad 更加流畅，而且差异还不算小哦。尤其在滑动体验上 ，OPPO 明显更加跟手，在滑动时的加速和减速上也都更加自然。OPPO Pad Air 采用的 ColorOS 操作系统，除了在客制化功能上更多之外，在各种设定的细节选项也都更加完整。我们简单对比一下设定选单，就能看到不同。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差异好了
OPPO 至少在系统更新上更有规律，像是 Android 定期的安全性更新。虽然 OPPO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啦，但目前 OPPO 的安全性更新是12月，而联想则是还停留在11月，并且 OPPO 已经正式宣布 OPPO Pad Air 即将在2月24日迎来 ColorOS 13的大版本更新。在用户体验这一块，虽然这是一款便宜的入门平板，但在维护上还算用心。联想这边呢，虽然已经推送了 ZUI 14的大版本更新，同样基于 Android 12打造，加上了新的多视窗操作，但却移除了招牌好用的电脑模式。建议没有特别需求的朋友可以停在 ZUI 13即可。不过在内建 App 这一块 ，OPPO 就没有这么友善了，无法移除的 App 至少就有15个，跟联想鬼神般可以删到剩5个的表现相比，内建的 App 还是比较多的。此外 ，OPPO Pad Air 同样支援全萤幕手势、分割画面、悬浮视窗、平行视窗、侧边工具列等等功能。下拉选单也有针对平板最佳化，选单会从最接近你手指的地方出现。接着，我们也简单测一下 OPPO Pad Air 的效能吧。PUBG-M 在流畅高帧率的选项下，一样可以顺跑，没有太大问题。我们直接简单跑个原神，推荐的画质选项是低画质，也不能再往上选了，会变成卡神。低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拿下了平均28.5帧的成绩，平均28.5帧，这个表现是比小新 Pad 的平均24帧来得好一些的。但还是那句话，有游戏需求就往上选吧。温度表现也蛮冷静的，正面温度34.5度，背面37.7度。最后我们也跑一下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9.6%， 温度同样冷静，反正采用台积电6奈米制成的 Snapdragon 680应该是不会出乱子。以下也提供所有的跑分结果让大家参考啦。而在续航上 ，OPPO Pad Air 采用了一颗7100毫安时的电池，比小新 Pad 7770小了一点。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0小时6分，比小新 Pad 接近13小时的表现低了一点，但完全不差哦。以平板来说，10小时的表现正常使用应该也是2天才充一次了。最后是充电速度 ，OPPO Pad Air 支援最高18瓦的快充，官方则是随附了一组20瓦的充电组，也相容 PD 充电。经过实测 ，OPPO Pad Air 1小时就可以充满 49%，2小时 90%， 完整充满则是需要2小时35分，最后的 10% 同样会进入慢速充电保护电池。生物安全辨识部分 ，OPPO Pad Air 同样支援脸部辨识，只要角度抓好，速度一样很快。最后提一下镜组配置，背面是8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5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同样就是看得到人的表现，有视讯会议、远端课程的话也算堪用。最后来到了总结，究竟哪些人适合入手 OPPO Pad Air 呢？整体来说，适合的场景跟小新 Pad 是一样的。第一种，纯追剧，虽然萤幕表现普通，但已经是这个价位带最好的萤幕表现之一了，算是不差够用的水准。看看 YouTube、新闻、综艺都很够用，带出去玩、工作用，不小心弄坏了。价格好像也还算可以接受。第二种就是浏览类别的用途，像是买给孩子查资料、滑网页、上视讯课程，或是买给老人家滑脸书等等都适合。不过话说回来，上面的这些需求，小新 Pad 也都能做到啊。但是 OPPO Pad Air 在售价上相比起小新 Pad 大概高出了600左右，那怎么选呢？整体来说，这600能够让你获得更流畅的系统，功能更多的 OPPO ColorOS， 更规律的系统版本更新。如果你就是买来滑网页、看脸书，系统更流畅，用起来就会更舒服，那就值得啦。而如果你是拿来看剧而已，也不常操作，那小新 Pad 真的就是一台萤幕不错、价格又非常便宜的机器，而且3开头的售价真的非常超值。最后，如果你有以下的需求，包括绘图、游戏、追求影音效果、文书处理这4种需求的话，我还是会推荐你加预算往上选。可是这个价格集聚就至少是10000元以上才有可能了，可能不是加一点就有。最后还有一个门槛，就是你会需要把它买回来。上一集我们就有大概提到购买的流程，那这边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这就是
邦尼便宜买最好的第2集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更多像这样的内容，记得订阅邦尼帮你，就不会错过开箱啦。如果你还有想看到什么类别便宜买最好的开箱，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是驴子，我们下次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